炎炎夏日里，员工们都热得无心工作，老板却裹着一张毛毯死在了办公室里。法医甚至在其鼻孔里发现了一些冰晶，就好像是在冰水中淹死的一样。可对员工们进行调查后，得知老板一直都在办公室里，而且2个小时前就一直在寒冷，不仅让秘书送来了一张毛毯，还关闭了中央空调。那这就太奇怪了。3伏天里，一个大老板被冻死在了17楼的办公室里，说出去谁会信呢？可事情就是这么邪门。在之后的尸检中，法医更是发现死者的表皮以及真皮组织都结过冰，也就是说他真的是被活冻死了。警察大壮一脸懵逼，这还怎么查？干脆请林正英大师吧。就在他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法医又提供了一条线索：死者的鼻孔里发现了一些霉菌，甚至脑袋里也有。然而法医却对这种霉菌一无所知，因为他们并不具备化验这种霉菌的技术，所以只好求助美国那边的佛伯勒。可化验结果还没出来，就又发生了一起更离奇的案件。这个女人刚洗完澡出来，就看到房子里着火了，于是便立马报了火警。挂掉电话后，女人就要逃走，可一开门，没多久，警方就赶到了现场，可现场并没有任何火灾的迹象。但根据死者的皮肤状况来看，他生前确实受到了超高温的灼伤。死者的鼻腔内同样发现了那种霉菌。法医判断2起案件是连环杀人案，便和大壮一起向领导报告了情况。可面对如此离奇的案件，领导却为了不引起社会恐慌，不同意他们并案的请求，还让法医重新做份尸检报告，说什么现在每天都有人死于心脏麻痹或者自杀之类的。重要的是，刚死的女人还是市里某个领导的情妇，所以领导的意思是让他们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可事情真的会这么简单吗？很快，第3起案件就彻底打了这位领导的脸。一个神父被人开膛破肚死在了教堂里，现场还发现了一个装满血水的盆，盆里都是一些清洗下来的肠脂肪，所以凶手应该是在神父熟睡时剖开肚子取出肠子清洗后又给填了回去，最后还把伤口给缝上。只不过这个缝合图案看着像是一种符咒，虽然暂时不明白符咒代表什么，但是神父的鼻腔里同样发现了那种霉菌，所以这次警方不得不将3起案件列为了连环杀人案。又因为死的神父是个美国人，所以美国方面还派来了伯伯勒莱特协助调查。警方安排了万事组的老黄与之对接，因为他的英文是全警局里最好的。说起这个老黄，他可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曾经也是个一腔热血的刑侦队员，甚至还大义灭亲的举报了小舅子贪污受贿。可没想到小舅子竟因此被判了15年。鱼死网破的小舅子挟持了老黄的女儿，打算拉他垫背，可就在他开枪的时候，子弹竟只是擦伤了女孩的头皮，反而像转了个弯似的打死了小舅子。老黄的女儿是侥幸逃过了一劫，但从那之后就不再开口说话了，而老黄也因此一蹶不振，甚至被贬到了万事组，整天颓废度日，就连妻子都要和他离婚，只是老黄一直都没同意。这次因为要和佛伯勒莱特对接，老黄又久违的被委以了重任，可老黄的态度却是一如既往的敷衍。他被迫带着莱特来到了神父遇害的案发现场。这个莱特也算有2把刷子，他在空调里发现了一个钢珠，经过检测，在钢珠里同样发现了那种霉菌，看来这个霉菌才是案件的关键。一个大老板在3伏天里被冻死在办公室里，没多久，又有一个女人在没有任何火灾迹象的房子里被烧死。最后，一个神父在教堂里被人开膛破肚，挖出肠胃，清洗后又给填回缝合。接连发生的3起离奇命案，警方甚至都想要请林正英大师出山了，可无奈他们必须从科学的角度进行办案。好在3名死者的鼻腔里都发现了同一种霉菌，在美方佛伯勒的帮助下，警方终于得到了霉菌的化验结果。这是一种从未见过的重生真菌，有人将这种真菌附着在螨虫身上，从而再去寻找更合适的寄主。而本案的凶手将附着着真菌的螨虫藏在空调里的钢珠内，随着冷风的吹出，这些真菌又从鼻腔进入人体，最终在温暖的脑部寄生，反映到人体身上的状况就是受害者体内的多巴胺会暴涨至常人的5000倍。多巴胺本是有益于人体的，可含量高达5000倍是个什么概念呢？大概就类似吸了1吨的可卡因或者连续高潮40年的样子。所以3名死者都是死在了自己的幻觉中，虽然死状惨烈，但根据多巴胺含量可以确定他们死的应该很享受。至此，作案手法看似已经明朗，可一直沉默的老黄却提出了一个疑问：这种霉菌是如何控制死者出现不同的幻觉呢？很遗憾，佛伯勒也无法解释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也就暂时被搁置了。那接下来该去哪里寻找凶手呢？除了钢珠，3个案发现场剩下的线索就只剩神父身上的缝合图案了。这个图案应该是某种符咒。虽然莱特不相信鬼神，但也还是跟着老黄找到了一名道家学者。学者看到符咒后，立马拿出了另一道符进行对比，2道符几乎一模一样。学者说，这道符所代表的意思是勾结，说的直白点就是阴曹地府的传票。
票。再通俗一点，就是阎王爷的催命符。而这道符是几年前在越南北部挖出的一座道观里发现的。学者还拿出一些当时出土的照片，其中一个刻满文字的石碑引起了老黄的注意。学者说，这是古代道士炼丹修仙的必经过程，但是里面夹杂着很多密语，目前还没法解读。唯一可以知道的是，碑文上的图来自一本上古奇书《河图洛书》。道家一直相信这本书可以推算过去以及未来，《河图洛书》也是道家的宇宙观。根据这名学者提供的信息，回去后的老黄看着这些碑文苦思冥想，终于在热爱的象棋盘上发现了蛛丝马迹。当他把碑文放到棋盘上后，几个关键位置正好对应着碑文上的某些文字。经过反复确认后，老黄得到了傅庙景望4个字。死掉的老板叫廖振富，情妇叫邱妙芳，很明显是对应傅庙2字，而神父也正是对应景字。因为基督教最初传入中国的时候被称作景教，所以老黄推测还会有第4个受害者出现，而且肯定和望字有关。只是他不明白另外2幅图上对应的不幸、鬼神者以及少阳太阴这2组字是什么含义。还没来得及深究，又有一起命案发生了。一具男尸在被遗弃的面包车中被发现，根据法医的初步检测，死者应该是被人从后背捅了一刀，然后活活剜出心脏而死。伤口处也发现了那道符咒，鼻腔内也不出意外的发现了那种霉菌，而死者的名字叫陈两旺。此时老黄确认该男子就是这起连环凶杀案的第4名受害者。可如此灵异的事件，难免让他想起2年前小舅子枪击女儿时，子弹诡异拐弯打死小舅子的事情。虽然当时所有人都认为是小舅子不慎调转了枪口，可老黄却坚持认为是有什么看不见的东西救了女儿，而且女儿也看见了那个东西，所以从那以后才不敢说话了。莱特听了老黄的故事后，当然只是当成了一个笑话，他还是坚持用科学的方式办案，绝不相信什么鬼神的说法。于是老黄就一个人再次找到了那名学者，可给他看了4个案发现场的照片后，学者却震惊地说道：“这个家伙想成仙呢，你为什么早不给我看这个？”学者告诉老黄，古代的某个道家修仙者相信，在经历了地狱的5种劫难后，就可以修炼成仙。这5劫分别是寒冰狱、火坑狱、抽肠狱、剜心狱以及拔舌狱。明面上的意思肯定是修仙者要亲自经历这5种劫难后方可成仙。但宋朝的时候，有一个叫黄常的道士，竟将这种修仙之法转移到了人枭身上。所谓人枭，就是替代修仙者承受5劫之灾的人。而想通过此法修仙，必须像黄常一样拥有双瞳才行。顾名思义，就是一个眼球里有2个瞳孔，因为只有双瞳才能看出在道德上有劣迹的恶人，从而选取人枭的人选。所以老黄要抓的凶手可不简单，他应该也是一个拥有双瞳还想要修炼成仙的奇人。至于这个人会在哪里，学者只说他一定是得了某种大病，因为对道家来说，人只有在大病后才能大彻大悟，所以大病是成仙的要件。听了这么多，老黄又想起了之前在碑文上提取的另外2句话：不信鬼神者自然不必多说，可少阳太阴是什么意思呢？学者说，少阳太阴在天干地支里代表火和土。听到这里，老黄直接就亚麻呆住了，因为他的名字就叫王火土，怎么回事？这里面咋还有自己的事呢？就在这时，莱特打来了电话，说在之前发现陈两旺的面包车上找到了一种防静电的泡棉，而车子的遮阳膜也是一种能够完全阻挡紫外线的特殊材质。这2种东西通常都是用在运送 IC 机体电路的车上，也就是说，凶手很有可能从事某种高科技行业。根据这些线索以及车辆的备案信息，他们很快就查到了一家名为第一先进的科技公司。奇怪的是，这家公司却在生意最好的时候变卖转让了，而2个老板之后便开始信教。更为夸张的是，2人还斥巨资从越南购买了一座刚发掘不久的道观，用船将道观的一砖一瓦运送到本地进行复原。随后警方立马对这家公司进行了调查，在其中的一个楼层里发现了那个被复原的道观。大壮带着一众警察浩浩荡荡地走了进来，一众信徒见到这种状况并没有感到半点慌张。接着警方在道观里发现了大量带有血迹的刀剑。就在警方要带走这些信徒调查的时候，第一先进公司原来的2个老板却忽然从袖口抽出刀来，对着身旁的警察就是致命一击。接着信徒们纷纷开始反抗了起来，还没反应过来的警察被他们打了个措手不及，瞬间死伤过半。整场厮杀并没有持续太久，但场面却是非常的血腥。最后现场只剩下大壮和1名警察以及2个老板了。小警察和其中1个老板同归于尽后，就只剩下大壮和另一个老板了。大壮已经身负重伤，他本以为自己死定了，可对方却坐下来对同伴做起了超度。这时支援的警察终于赶到了现场，那个老板当场被抓，大壮也侥幸活了下来。随后老黄和莱特也赶到了现场，2人在道观里的碑文下发现了一个密室，里面竟然藏着一个奄奄一息的女人，女人的肚皮还被人挖掉了一块，伤口也已经腐烂不堪。最后大壮和那个女人都被送去了医院。随着老板承认了罪行，这场连环杀人案终于告破。莱特更是当着记者的面说出了世上没有鬼神，科学才是真理的言论。到这里，他的工作也顺利完成，是时候回美国了。离开的前一晚，莱特来到老黄家中，和他们一家人吃了最后的晚餐。晚餐后，2人更是把酒言欢，互诉衷肠，直到莱特醉的在沙发上睡着了，老黄则也跟着在一旁睡下了。可万万没想到，第2天一早，莱特竟死在了沙发
发上，手里还握着自己的舌头。很明显，这是对应着5节中的拔舌玉，而莱特也正是那个不信鬼神者。警方很快就来到了现场，不出意外，他们在莱特的鼻腔里发现了那种霉菌。可同处一室的老黄怎么就没事呢？就在警方准备对老黄进行盘问的时候，老黄也咳出了大量的霉菌，接着就开始喘不上气。好在老黄送医及时，没有生命危险，但是却一直昏迷了2天。可就在他昏迷的时候，那个在道馆里发现的女人却出现在了他的脑海里。惊醒后，他立马去找了那个女人，可她却早已不在医院。接着他又从同事那里得知，女人患上了癌症，命不久矣，应该是被道观里的人抓去在肚子上培养霉菌用的。另外，医生还告诉他，10几年前那个女人就是在这里出生的，当时产妇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可姐姐一生下来就死了，不过却是个有着双瞳的怪婴。听到这里，老黄恍然大悟，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他再次赶去了道观。忽然大量粉尘飘下，一抬头果然看到了那个女人，而她也真的是一个拥有双瞳的人。不仅如此，她还患有癌症，具备了一切修仙的条件，所以她才是那个罪魁祸首。道观里的人只不过是她的傀儡罢了。然而此时她的修仙大计只差最后一步了，那就是由少阳太阴之人黄火土送她最后一程。那老黄自然不会轻易答应，身为警察的他当然是要抓捕女人。可此时已经吸入过多霉菌的老黄仿佛出现了幻觉，再次看到了女儿被劫持时的场景。原来当初是双胞胎姐姐救下的女儿，目的就是为了让黄火土活下来，帮妹妹完成最后的修仙计划。因为女儿被杀后，黄火土的妻子也很有可能选择自杀，双重打击下的黄火土也绝不可能苟活。那问题来了，为什么死掉的姐姐当时会出现呢？因为她在出生时就完成了最后一劫，直接成功飞升，所以当时只有身为姐姐的她才能帮助妹妹保下黄火土。甚至后来人消死亡时出现的幻觉也是姐姐控制的。画面再次回到道观里，此时的黄火土已经非常的迷糊，但最后的理智提醒他不能杀了妹妹。可忽然又看到妹妹劫持了自己的女儿，危急时刻，黄火土还是扣动般击杀了这个妹妹。至此，妹妹也终于修仙成功。为了奖励老黄，他还打算带着老黄一起飞升。等警察赶到现场时，老黄已经是一具尸体了。可老黄的妻子看着丈夫的尸体，始终不能接受这个现实，不断的敲击胸部进行抢救，可一切都是徒劳。就在她崩溃大哭的时候，爸爸，爸爸。随着女儿再次开口说话，一声声爸爸的喊出，老黄的眼睛竟流下了眼泪。所以老黄最后到底有没有活过来？答案是有，因为老黄并不是死了，而是飞升，而飞升的一个条件便是无牵无挂，而老黄还有大爱留在人间，所以他回来了。